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然若风。今天的视频教程，我们来钩这款百搭好看的开衫。用到的东西就是毛线还有钩针。我用的是6.5毫米的钩针，然后是缝毛线的针。另外，新手建议准备2个别针，用来标记每行的第一针。那开始钩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件开衫的结构。这开衫的结构呢非常简单，它的主体呢就是5个长方形。1个后片，2个前片，还有2条袖子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再缝2个口袋。最后呢，我们还可以钩一些螺纹作为装饰。那最主要的呢，其实就是1个后片、2个前片，还有这个袖子。那其实这些部分就是除了螺纹之外的所有部分，它的针法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我们起始的针数不一样。那后片呢，我们要起始的针数是6的倍数。之所以是6的倍数呢，是为了方便之后我们把它分成2半。那剩下部分呢都是3的倍数就可以。那后片和前片的关系呢，你可以前片正好是后片的1半，也可以呢前片是后半的1半再减3。那样之后给它们缝在一起呢，我们中间会后片比前片多6针，正好中间有这么一个空间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装饰螺纹。就比如说呢，你前片起了66针，后片起了66针，那前片呢你就它的1半就是33针，再减3，那你前片就起30针。袖子起多少针都可以，就是取决于你希望这个袖子多宽。然后口袋也是，你可以给它钩任意大小。那我们这几片它的针法是完全一样的，所以我就只以1片袖子为例讲一下针法。其他的呢，你就根据你需要的宽度决定起多少针，然后用同样的针法给它钩这样子的5片，然后加2个口袋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先开始讲这个针法。首先呢，起头的方法是右手握住线头，左手3根手指，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，压住前面这节毛线，压在下面的部分给它拉过来，拉过来以后从下面穿回来，穿回来部分给它抽出来，钩针穿过来拉紧，那头就起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钩辫子针。这辫子针呢，取决于你钩前片还是后片，还是袖子还是口袋。如果你钩后片的话，那就是6的倍数；如果钩其他部分的话呢，那就是3的倍数。辫子针的钩法呢是钩针钩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这就是一个辫子针；钩针钩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这就是2个辫子针；钩针钩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这就是3个辫子针。那我们就这样一直钩辫子针，一直到它是你希望的宽度，然后同时满足6的倍数或者3的倍数。那这个辫子针钩完，我再回来。这一行辫子针钩完，这行辫子针呢，它是我们的基础行，它不算第一行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开始钩我们的第一行。首先我们看钩针上这个环永远都不算1针，钩针下来这2条线组成一个像 V 字一样的形状，这是我们的第1针。我们要跳过第1针，从第2针开始往回，每针钩1个中长针。那中长针钩法呢是钩针绕线，我们从第2针这个 V 字这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钩针上有3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，这就是我们第一行的第1针。新手建议用别针把这一针标记出来，不然你回头很容易找不到它。那接下来就是一样，每针钩1个中长针，钩针绕线，我们到下一针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钩针上有3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，还是一样，钩针绕线，我们到下一针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钩针有3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，就这样每针1个中长针，我们把第一行钩完。第一行钩完，因为我们第一行开头跳过了1针，所以我们现在针数呢应该是3的倍数或者6的倍数减1。那现在我们要钩第2行，因为我们这个主体的花纹呢是不断的重复第2行和第3行，所以现在要开始集中注意力了。那开头呢，我们要先钩1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转过来之后呢，我们刚钩的这个辫子针不要管它，直接来到我们前一行的第1针，在第1针上我们钩1个中长针。中长针钩法还是一样，钩针绕线，从第1针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钩针有3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。那这一针呢，就是我们第2行的第1针，我们可以给它标记一下。
那之后我就不标记每行第一针了，新手建议我们还是把每行第一针标记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钩一个辫子针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下面的3针给它用这样一个针法钩成1针。方法呢，我们是钩针绕线，从接下来1针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钩针有3个环，不要管，直接到下一针，再把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然后再到第3针，同样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我们看钩针上这时候有5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全部的5个环，我们就钩出了一个这样子的像小三角一样子的形状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钩2个辫子针，然后呢，在接下来的3针上再钩一个这样的小三角。那还是钩针绕线，我们从下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然后直接再到第2针，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然后从第3针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钩针上有5个环，钩住线穿过这全部的5个环，看又是一个小三角。那我们这一行要做的呢，就是重复这个花样，2个辫子针1个小三角，2个辫子针1个小三角。那接下来呢，又是1个辫子针2个辫子针，然后在接下来的3针上我们钩一个小三角，钩针绕线，从第1针下边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然后到第2针下面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然后从第3针下边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钩针上5个环，钩住线穿过5个环，继续重复这个花样，2个辫子针1个小三角，钩针从第1针下边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第2针下边把线钩回来，第3针下边把线钩回来。钩针上5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全部5个环。那就这样一直重复这个花样，一直到我们钩完最后一个小三角为止。这行最后一个小三角钩完，那我们应该还剩1针，就是标记过的这最后1针。那我们把这个标记先取掉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钩1个辫子针，然后呢，在最后1针的上面钩一个中长针，那还是钩针绕线，从最后1针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钩针上的3个环。那我们的第2行就钩完了，现在来钩第3行。第3行开头一个辫子针，然后给它转过来，转过来之后还是我们刚钩的辫子针不要管它，直接来到前一行的第1针，我们要在前一行的每一针上都给它钩一个中长针。那钩针绕线，我们从第1针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钩针上的3个环。那新手还是建议把我们每行第1针标记一下，我就不标记了。然后绕线到下一针，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钩针上3个环。下一针还是一样，钩针绕线，我们到下一针，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钩针上3个环。就这样，我们每针给它钩一个中长针，把我们这一行钩完。我们第3行钩到头，还剩最后1针，就是标记的这一针的时候呢，把标记取掉，在最后1针上正常的钩一个中长针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呢，就是不断的重复我们的第2行和第3行。我们的第4行呢，重复第2行，第5行重复第3行，就这样以此类推。下一行呢，开头一个辫子针转过来，然后在第1针上钩一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，抱歉。然后呢，钩一个辫子针，接下来钩一个三角形。三角形还是钩针绕线，从第1针过去，第2针过去，第3针过去，然后钩住线穿过钩针上全部5个环。然后2个辫子针一个三角形，2个辫子针一个三角形，这样子重复到我们最后一个三角形钩完呢，那就一个辫子针，然后一个中长针，把这一行就钩完了。下一行呢，就是重复我们的第3行，那就使一个辫子针转过去，然后每针钩一个中长针。如果你记不住的话呢，可以把视频倒回去，我们从第2行开始看一下怎么钩这个第2行和第3行，就一直重复这2行，一直到你满意它的长度。那我们用这些针法要钩的呢，是一个后片，2个前片，还有2条袖子。那口袋你也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钩，也可以钩任意的大小。那等的这几部分钩完，我再回来。这些呢，就是我这件衣服除了口袋以外的所有部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把它们缝在一起。那我现在呢，先来说一下把它们缝在一起的顺序。
我们之前不是勾了2个前片、1个后片、2个袖子这样的5片吗？那接下来把它们缝呢，首先把前片跟后片这样从肩膀上缝起来，另一个前片和后片也是从肩膀上缝起来。缝起来之后呢，这样子给它展开，然后把袖子缝在侧面，另外一条袖子也是缝在侧面。这部分缝好之后呢，给它翻过来对折，那对折好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接下来把袖口下缘还有侧面缝起来，这边也是袖口下缘、侧面缝起来。那这样我们这个开衫的主体就缝在一起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以肩膀这个缝线为例，讲一下我们怎么把它缝在一起。那首先呢，你要决定一下你用哪一边当上面，还有哪一边当正面。我喜欢用这一边当上面，然后这个三角形宽的一面朝上。那现在呢，这是我的后片，我的后片是布料正面朝上的。然后呢，拿一个前片，前片我也是这三角形宽的部分朝上，然后这一面是我的正面。那我把2个正面给它们这样子对在一起，然后呢从上面对齐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拿之前准备的这个缝毛线的针，然后呢从头上我们找到这边的第1针，然后对面的第1针，先给它们简单的绑在一起。绑在一起之后呢，那接下来就跟我们平常缝衣服一样，就来回穿。如果穿的时候呢，最好把每针都对齐。这边的第2针，然后到对面。我的习惯是，就是一边是穿过 V 字的2条线，另外一边呢是穿过 V 字的1条线，这样子。但是这个地方没有固定的，你两边都穿2条线，或者两边都穿1条线都可以。然后这边的第3针，对面第3针的1条线。那就这样把它们全部都缝在一起。到最后1针的时候呢，那我会对面穿2条线，因为防止它从这个地方脱开。然后这1针呢，我还会给它来回这样子多穿几次，为了它稳定。然后觉得没有问题了之后呢，就可以把这个线头藏在以前勾过的这些毛线里边，长出来的部分就可以给它剪断了。那这样一边就缝好了。同样的方法呢，我们把剩下的部分都给它缝起来。侧面的时候呢，它没有像我们一个一个 V 字的形状，你就大概眼睛看，这样把两边对齐就可以。那把所有的部分缝在一起呢，我再回来讲螺纹的部分。这衣服主体缝好之后呢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勾它的这个花边了。那这个花边呢，像领口这一片是肯定要勾的。然后至于下摆还有袖口要不要勾，你可以自己决定，反正我就只讲一下方法。那如果你要勾下摆的话，那你先勾下摆，再来勾前面这一片。因为我不打算勾下摆的，我就直接来讲这一片了，方法都是一样的。我这衣服现在不是都缝在一起了吗？那我要加花边的就是前面这一片。那首先呢，我要找到它一个角，然后从这个角上这样子勾一圈。如果你要勾下摆的话，那你也是找一个角，只不过你勾的是下面这一圈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用钩针来给它起一个头。如果你勾到现在的话，这个起头你应该已经起过至少5遍了，因为5片嘛，我就不讲了。那我们直接来，我把镜头调近一点。那我们先找到我们这个开衫最边上、最角上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勾一个引拔针。引拔针的勾法呢，就是钩针穿过去，然后把线勾回来，勾回来的同时呢，穿过钩针上的之前这个环儿。这就是一个引拔针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勾一个辫子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要沿着这一圈勾中长针。那中长针还是一样，钩针绕线，我们到刚才我们钩针穿过去的地方，再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有3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这一个地方的问题就是它不像我们之前是一个一个 V 字，你很好找在哪儿落针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你要大概眼睛看，判断一下在哪个地方落针。这个是不需要很精确的，只要它不要就是挤在一起，或者太宽，就是距离太远把它扯着不平整就可以。那就反正眼睛看，大概找到位置，我们勾中长针。中长针因为之前已经勾过无数遍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就这样，我们一直勾到这个领口的拐角的地方，我再来说。
我这个中长针这样一路钩上来，那到这地方呢，大概还有1针的位置就该钩这面了。那这地方呢，我要把这边的1针跟后领上的这1针给它们钩在一起。方法呢，跟我们之前钩这个三角是一样的。那我先把它转一下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是把钩针从拐角这个，就是拐角前这一个地方穿过去。不好意思，先绕线，然后从接下来这个地方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然后这是后片第1针，中间还有一个这样的小地方，我们也可以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然后这面是到后面来了，就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钩针按5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全部5个环。你看跟我们之前那个三角是一样的。如果这次钩完呢，我不要钩辫子针了，那就直接往下，在这个底儿上我们接着往过，还是眼睛看大概距离合适的位置给它钩中长针。那就钩到我们另外一个拐角，这个拐角也是要同样钩一个小三角形。我先这样子顺着往下钩。那到这个地方，这边又是这儿的1针，然后到这面我们要把它们用一个三角形连在一起。那还是钩针绕线，我们从这边的1针，大概眼睛看往里面放，穿过去把线钩回来，然后在拐角这个地方穿过去把线钩回来，再到前片这边穿过去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钩针上全部5个环。然后呢，我就再转，我们就转到另外一边前片了。那接下来就正常的，就像我们跟前片一样，给它，眼睛看距离差不多的地方放中长针，给它这样子一直钩到头。我这花边的第1行中长针钩到头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钩第2行花边，开头一个辫子针，然后给它转过来。转过来以后呢，我们其实还是每行一个中长针，只不过这回的中长针呢，我们要钩在 V 字后面这条线上，那就是钩针绕线，我们到前1行 V 字后面这条线上，钩针穿过去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钩针上的3个环，这就是一个中长针。那接下来也是我们到 V 字后面这条线上钩中长针。那这一行呢，我们就是每针钩一个 V 字后面这条线上的中长针，在拐角的地方不需要特殊处理，不需要再钩三角了，就全部都钩这样子的中长针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这样把第2行钩完。花边的第2行钩回来之后呢，那现在来钩第3行，开头我们给它钩一个辫子针，然后转过来。那转过来之后呢，我们从第1针开始，每针给它钩一个正常的中长针，就是钩针是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这样子钩中长针的。那第3行我们就是这样，每针钩一个中长针，把这圈钩完。那接下来这花边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不断的重复第2行和第3行，也就是1行呢，我们把这个中长针都钩在 V 字后面这条线上，另外1行呢，我们就正常的钩 V 字2条线上面的中长针。就这样，我们重复这2行，一直到这个花边达到你满意的宽度。那这个花边钩完，我们今天这件开衫也就完成了。